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酷的话题，在一些古老的道家传说跟医书里面，有一种听起来超级神秘的药方，叫做回魂汤。光听名字就觉得很厉害，对吧？据说啊，它能让失去意识甚至快要死掉的人起死回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当个科学侦探，用现代神经科学的角度来好好的拆解一下这个古老的秘密。所以问题来了，一碗汤真的有这么神，可以让人还魂吗？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对不对？但我们先别急着下定论，让我们先一步一步来，把这个神话的外衣给剥开，看看里面到底哪些是传说，哪些又是有真凭实据的医学智慧。你看，不管是道教的典籍，还是民间流传的秘方，回魂汤这个东西都被讲得好像是一种可以逆转失魂落魄状态的仙丹一样。哎，失魂这个词听起来超抽象的，对吧？古人到底想用它来治疗什么样的状况啊？好，这就是我们要解开的第一个谜团。古人说的失魂，用我们今天的医学来看，究竟是什么病？其实啊，它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问题哦。你看哦，古人说的失魂，其实大致上可以对应到两种差很多的危机状况。左边这种是急性的，中医叫它阳气暴脱，讲白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休克，心脏突然出问题倒下去那种。这当然是万分紧急，得用像附子这种强心药来救命。那右边这种呢是慢性的，中医形容是痰浊迷心，这个就有趣了。它的症状描述跟我们现在常听到的失智症，还真的有几分像，就是那种渐进式的脑袋慢慢不清楚、记忆力衰退的状况。好，在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些草药到底有多神奇之前，我必须先踩个刹车。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警告，一定要先让大家知道。听好了哦，我必须很严肃地说，拜托，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抓药来试。我说真的，这完全不是在开玩笑，因为很多古代的方子里面其实藏了会要人命的毒物。没错，古代有些方子为了要达到所谓镇魂安神的效果，会加朱砂，也就是硫化汞，或是雄黄，也就是硫化砷。汞、砷，光听名字就知道是剧毒重金属吧？这些东西不但不能救命，反而会直接毒害我们的大脑神经，造成永远无法恢复的伤势，甚至会让失智症更快找上门。这根本就是反效果嘛！而且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很残酷但是很真实的现实，那就是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一旦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因为像是阿兹海默症这样的疾病而死亡，目前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他们复活的，死掉了就是死掉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好，警告说完了，那问题来喽。如果我们把那些有毒的重金属全部都拿掉，那回魂汤里面剩下的那些草药到底还有没有用处呢？接下来就是整个故事最精彩、最不可思议的部分了。你看这个表格，简直太神奇了。左边是回魂汤里一个很核心的药材，叫做远志。右边呢，是现在全世界用来治疗阿兹海默症的主流药物之一，叫做 Aricept。科学家发现，远志里面的成分，它的作用机制竟然跟这个西药一模一样，都是去抑制一种叫做乙酰胆碱酯酶的东西。讲简单一点，它们的作用都是在保护我们大脑里面跟记忆力有关的化学传导物质，不要太快被分解掉。古人跟现代的科学家竟然在不同的时空找到了同一把钥匙，这真的太酷了！而且还不止远志哦，配方里还有其他的好东西，像是石菖蒲。研究发现，它可以穿过我们大脑的防护罩，也就是血脑屏障，进去帮忙清除那些会引发失智症的脑内垃圾斑块。这不就跟中医说的开窍化痰概念很像吗？
还有人参，大家都知道是补气的，对吧？科学上发现它可以促进一种叫做 BDNF 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 BDNF 想象成是大脑的超级肥料，能够帮助神经长得更好、更健康。好了，所以我们知道了，古人的智慧里面确实有宝藏，但同时也埋了地雷。那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怎么样才能安全地运用这些知识来保养我们的大脑呢？来，我们接着就来看看怎么把这些古老的智慧变成现代人可以轻松做到的健脑生活指南。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古代说的填精补水这种概念变成一个科学的饮食计划，总共4个步骤。第一，给大脑准备好原料，多吃像是鸡蛋、黄豆、菇类这些富含卵磷脂的食物。第二，帮大脑灭火，多吃深海鱼的 Omega-3，用好的初榨橄榄油，减少大脑的慢性发炎。第三，帮大脑抗老化，像是蓝莓、草莓，甚至是无糖的纯可可，里面有满满的抗氧化物。最后第4点超级重要，就是避开毒素，少吃糖和精致淀粉，然后拜托家里煮菜尽量不要用铝锅，避免重金属累积在身体里。好，如果你觉得前面4点有点复杂，那请你至少记住这个魔法数字2到3，一个礼拜吃2到3次富含 Omega-3 的鱼，还有2到3次的莓果类水果。就这样，很简单吧？养成这个习惯，对保护你的大脑功能，长远来看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你看，绕了一大圈，我们发现，所谓真正的回魂，根本不是靠一碗什么神秘的汤药。真正的回魂，其实是一种科学的、对大脑有益的健康生活方式。它不是神话，而是我们每个人在每一天都可以为自己大脑做出的最好投资。这才是古代智慧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